佩洛西爽了2天，解放军用灰色地带战略反击，让美台陷入长期痛苦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事件已经结束，可能很多人还在为解放军未能拦截老妖婆的军机而感到遗憾。或许中美之间在这件事上，在最后时刻达成了妥协，避免了一场大国直接军事冲突。但是，窜访的负面影响已经形成了，而中国大陆的反击，特别是军事反击，不会在短短的几天内结束。后续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。用台湾媒体人的话说，佩洛西和蔡英文当局爽了2天，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长期痛苦才是重点。仅仅从军事层面看，解放军已经实质性地突破了所谓的台海中线，进入了台湾岛的12海里和内水，台军的防御战略纵深被严重压缩。更关键的是，解放军通过大规模的演训，证明美日只会默认，美国拉着 G7 搞的声明苍白无力。面对解放军环绕台湾实施的大规模演训行动，台军也是缩头乌龟。面对现在的台海危机局面，彭博社发表文章指出，佩洛西顺利降落只是美国面临的挑战的开始。作者认为，中国大陆将会采用大量灰色地带战术对台施压，而华盛顿又不愿意冒着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进行应对，最终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。这位作者判断，解放军不大可能采取2战时期的诺曼底式模式登陆台湾岛，因为这样的代价和风险都比较大。更靠谱的方式就是灰色地带战术，而美国人所说的灰色地带战术，实际上就是非战争军事手段的极限战略压制。比如，解放军刚刚宣布的6个海空域同步演训，就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例证。这种演习等同于将台湾岛直接进行了海上封锁。要知道，台湾地区储存的天然气只够用1周的。如果解放军决心将演训长期化，那么台军只能选择开战，或者台岛全面陷入瘫痪。要注意的一点是，这次大规模演训与1996年相似，但是又有2个显著的变量：一是没有美军航母前来助威，美军选择了逃避；二是演训区域进入到了台湾当局所谓的主权主张范围，证明解放军开始获得台湾岛的军事主权。彭博社认为，灰色地带战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其灵活性，与直接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不同，这种手段让大陆保留了开战或者是维持压力的主动权，也让美军没有理由进行干涉。当然，美军现在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实力来进行干涉。虽然这场演训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警告，但是佩洛西给了中国大陆足够的理由。联合国已经确认，一个中国才是国际规则。美国人破坏了这一规则，那么解放军的行动就是合理合法的。如果解放军需要的话，可以在台湾岛的周围举行为期数周的海上演习，以有效关闭其海上通道。台军的选择只有2个，一是忍，2是对抗。那么台军的任何拦截行动都将提升意外交火的风险，从而进一步的导致民众恐慌，台空域暂时关闭，甚至将对峙带向直接武统。美国人认为，这种策略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统一的决心，另一方面也给台湾地区当局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成本。关键的问题是，台湾地区当局和美国都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手段，所以接下来美国在台海所面临的将是最艰难的挑战。美国人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向中方解释不支持台独，但是中国还会相信美国人的鬼话吗？佩洛西走了，但是台海真正的大变局来了。当高雄民众听到导弹和炮弹的爆炸声时，当台湾地区的上百架次的航班被迫停航时，当台湾岛的能源供应陷入紧张时，当台湾民众需要适应这样的常态时，统一就真的不远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